1949年12月的一个深夜，成都机场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蒋介石在亲信警卫的簇拥下登上了一架编号中美号的专机。这架灰色的运输机载着他最后的希望，也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当飞机引擎轰鸣缓缓腾空而起时，蒋介石透过舷窗俯瞰漆黑的大地，心中五味杂陈。此刻起，他不得不和一片故土暂时告别。虽然内心仍幻想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和反攻大陆，但现实是残酷的，留给他的选择已经所剩无几。虽然许多人事后认为蒋介石退守台湾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但历史的内幕远比表面复杂。事实上，在败局出现之际，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曾经筹划过多个撤退方案，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国共两党的命运和数千万人的未来。蒋介石当年为何最终落脚台湾？那些被放弃的选项是如何一一被权衡排除的？如果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中国历史又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接下来，我们将以轻松通俗的方式深入探讨这段影响深远的历史，并大胆进行一番历史推演，揭开1949年蒋介石撤退抉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1949年对蒋介石而言是风雨飘摇的一年，这一年，国民党的统治像多米诺骨牌般土崩瓦解。年前，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连战连捷，歼灭了国民党大量精锐部队，东北、华北相继易手，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到了1949年4月，长江防线也被摧毁，共产党军队渡江南下，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划江而治设想彻底破灭。4月下旬，解放军占领了曾经的首都南京，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时的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最后的退路。蒋介石早在1949年初就预感到局势不妙。当年1月，他宣布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希望通过和谈为国民政府争取一线生机。然而和平希望很快破灭，战火仍在蔓延。随着军事失利不断传来，蒋介石重新掌控大局，秘密筹划最坏的打算。当南京陷落，上海告急时，政府机关和大批军政要员开始向南方转移。广州、重庆、成都这些城市一个个成为国民政府辗转迁徙的临时首都。败局已定之际，蒋介石手里的选项所剩无几，他必须在大陆的角落或海外寻觅一块最后的立足之地。面对江山易主的危局，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设想过多种撤退方案。综合史料记载与当事人的回忆，蒋介石当时主要考虑了3条路，这3条分别是：第一，退守大西南，以四川、西康等西南内陆地区为根据地，重演当年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坚守的局面；第二，退据海南岛，利用南江孤岛和周边沿海的地理条件，经营一个南方根据地作为最后堡垒；第三，退往台湾岛，凭借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和岛上的资源，作为东山再起的基地。除此之外，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提出过其他思路，就是利用沿海一些较小的岛屿据点负隅顽抗，甚至有将部队撤往邻国越南或寻求美方帮助退往日本的设想。这些选项各有优劣，但最终蒋介石只能选其一。当历史走到十字路口，蒋介石会如何抉择？让我们逐一分析这些潜在的退路。在内战的最后关头，不少人以为蒋介石会效仿抗日战争时期的做法，把根据地退往中国西南的山区。当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凭借四川盆地险要的地势和广阔腹地，支撑了8年抗战。因此1949年国民党溃败时，很多观察家猜测蒋介石会选择固守西南，再打一场持久战。蒋介石的爱将胡宗南便率先提议将主力退守西康省，今四川西部一带，那里地形崎岖，易守难攻，据称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军民可用。一旦凭险死守，共产党军队要想踏平川西高原，必然付出巨大代价。在胡宗南等人看来，四川和西康地区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只要扛过初期攻势，就有可能像当年峨眉山抗战那样外战不出川，即使整个东南沿海失守，
西南或许仍能成为保存有生力量的最后屏障。然而，蒋介石对西南方案一直举棋不定。他深知西康川滇一带虽然山高险峻，但物产贫瘠，缺乏长久坚守所需的资源和工业基础。当时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迷，民心也日益倾向共产党。如果退入大西南，很可能陷入困守孤城的境地，弹尽粮绝而无人援助，最后只能坐以待毙。蒋介石私下评估西南方案，认为那里土壤贫瘠，难以支持长期作战。此外，西南各省的军阀势力盘根错节，例如云南的卢汉、广西的白崇禧等人与中央离心离德，未必可靠。蒋介石担心真退到西南山区后，这些地方实力派各怀心思，要么阳奉阴违，要么临阵倒戈，使自己陷入更加危险的处境。蒋介石最终没有选择以西南为终极根据地。历史证明，他的顾虑并非多余。1949年下半年，解放军势如破竹挺进西南，新疆、云南的国民党将领相继起义或倒戈投共。胡宗南苦守陕南、川北，但屡战屡败，最后狼狈撤出大陆。重庆在11月下旬沦陷，成都于12月中旬陷落。西南战场不到1年便宣告结束。如果蒋介石当初死守西南，此刻的他很可能已陷入重围，要么被俘，要么流落异乡。而他之所以能登上飞机远走他方，正是因为他提前放弃了大陆腹地，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大海之中的岛屿。如果当年退守西南，会怎样？不妨大胆假设一下历史的另一种走向。如果1949年中蒋介石没有撤往台湾，而是率领中央政府和嫡系部队退入四川、西康，故事将如何发展？或许在1950年初，我们会看到另一个画面：川西高原白雪皑皑，国民党残存的部队龟缩在山城重庆和周边险隘处，四周是层层包围的解放军。成都平原上粮草匮乏，城市里难民拥挤，秩序混乱，等待他们的是解放军一波波的进攻和铺天盖地的政治攻势。由于没有出海口，蒋介石再也得不到外援，国统区被压缩在群山之间，仿佛一座孤岛。倘若历史按这一路径发展，国共内战或许将在西南山区拖延更长时间。也许朝鲜半岛突然爆发的战争能够暂时牵制共军部分兵力，给西南国军一线生机，但缺乏工业和补给的孤军最终难逃失败结局，最多不过是在云贵高原苦苦支撑几年，最后黯然崩溃。更糟的是，如果蒋介石当时困死在西南，他和追随者可能再没有机会撤出中国本土，台湾也将落入他人之手。换句话说，在这个平行世界里，很可能今天的海峡两岸格局将不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会直接接管全中国版图，今日的台湾也许只是中国地图上一座普通的省岛而已。当西南内陆看起来难有作为时，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南端的海南岛。这座位于南海北部的巨大岛屿面积与台湾相仿，隔着窄窄的琼州海峡与广东雷州半岛相望。海南岛在1949年仍牢牢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是一个可供退守的天然据点。当时有一种看法，如果蒋介石不能在大陆立足，不妨退到海南岛，以海南为中心，据守华南沿海，与大陆隔海相望，伺机反攻。海南方案看似可行，蒋介石也一度认真考虑过。海南岛地形多山，易守难攻，而且当时解放军缺乏海军力量，大规模登岛作战有相当难度。更重要的是，海南远离北方战场，周边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盘桓，比如广东的余汉谋部、广西的白崇禧部。一旦整合或增援，海南可能成为新的抗共基地。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上，海南原属广东省，退守海南在法理上仍算固守国土，比起直接流亡海外，在心理上更可接受。此外，海南岛气候温暖，物产丰富，有天涯哨兵之称，日据时代也留下了一些开发基础，岛上驻军和百姓尚能自给自足。蒋介石未尝不希望像当年郑成功退守台湾一样，在南海找到一个东山再起的立足点。然而，冷静分析后，蒋介石对海南方案也抱有疑虑。首先，琼州海峡虽然是天然屏障，但比台湾海峡要窄得多，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
当时共军可以从大陆、雷州半岛等地集结船只偷渡登岛，进攻路线更短，也更容易得到后勤支援。一旦解放军集中兵力攻打海南，国军能否长期守住还是未知数。历史证明这一担心并非多余。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在大陆统一大局后，很快就发动渡海作战，集中优势兵力解放了海南岛。国民党守军虽然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军心不稳，指挥混乱而溃败，大批将领兵士乘船逃往台湾或香港，剩下的人被迫向解放军投降。如果蒋介石把所有筹码都压在海南岛，那么他的最后根据地也将在短时间内毁于一旦。海南方案还有一个潜藏的问题，岛上驻扎的部队派系复杂。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内部各自为政，桂系军阀白崇禧的部队控制着广西一带，并在海南有势力范围。蒋介石与桂系一向嫌隙颇深，如果退守海南，他将不得不依赖白崇禧等人协同防守，这无疑让蒋介石心里直打鼓。他担心，万一这些地方实力派各怀鬼胎，关键时刻不听指挥，甚至与共产党暗通款曲，海南的防线将不攻自破。相比之下，台湾至少没有类似的杂牌军问题，岛上的军政体系基本都在中央直接掌控之下。综合考虑之后，蒋介石逐渐倾向于放弃海南岛，转而将退路锁定台湾。当然，这都是后话，让我们再次展开想象的翅膀。如果蒋介石当年真的把政权搬到了海南岛，会怎样？也许历史会发展出截然不同的剧情。在这个假想场景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蒋介石率领残余的中央政府和军队南迁海南岛，海口市一时间成了战时首都。岛上聚集了几十万军民，蒋介石亲自在天涯海角部署防务，构筑碉堡工事，誓与海南共存亡。起初，解放军难以渡过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局势曾出现短暂的僵持。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春，共产党大军在大陆腾出手来，调集船只和两广沿岸的民兵，大举渡海进攻海南。惊涛骇浪之中，无数帆船小艇满载士兵向岛上涌来，枪炮声再次打破南国的宁静。如果蒋介石在海南坚守，或许国民党军队能凭借岛上山地暂时挡住共军第一波攻势，但长远来看，弹药和人员的损耗终将难以为继。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海南孤岛难逃陷落的命运。所谓奇迹，无非是指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比如说1950年年中，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第7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直接保证了台湾的安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台湾当时或许难逃解放军的跨海一击。但假如美国出手保护海南，那么历史也许会改写。蒋介石可能既守住台湾，又保住海南，在东南沿海同时留下2块难啃的自由中国领土。那样一来，中国大陆和这2座岛屿长期对峙，冷战格局下，局面将更加复杂。然而更现实的可能是，蒋介石在海南支撑不到那一刻的到来。一旦海南于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失守，蒋介石甚至连退往台湾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有。他本人可能不得不仓皇逃往他国避难，或者成为瓮中之鳖，被困在海南岛上。于是，在这个平行世界中，两岸分治的历史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台湾得而复失，国民党政权彻底覆灭于南海孤岛，中国最终由共产党一统到底。除了大陆西南和大行李岛，当时国民党还有一些退守计划，涉及沿海的次要据点，例如福建的金门岛、浙江的舟山群岛等。蒋介石起初设想建立一条海上防御链，北起山东的长山列岛，经由舟山群岛，南抵台湾和海南岛，在沿海形成多点据守的格局。这些岛屿有的离大陆很近，甚至紧贴着共军控制的海岸线，被形容为挂在敌人肋下的钉子般的存在。蒋介石希望利用这些小钉子延缓共军渡海的步伐，同时作为将来反攻时的前进基地。然而，以金门、舟山为代表的沿海小岛虽可一时固守，却难成久安之策。金门岛面积狭小，紧邻福建厦门；舟山群岛虽然岛屿较多，但与大陆海岸犬牙交错，极易被封锁切断补给。这些地方无法自给，
长期守军需仰赖台湾本岛源源不断的补给支持。1949年10月，解放军曾试图攻占金门，结果在古宁头战役中遭遇惨败，国军以少胜多守住了金门岛。金门一役给了国民党上下些许信心，证明共军并非不可战胜，只要部署得当，小岛也能击退强敌。可是乐观之余，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随着大陆战事基本结束，共产党很快集结兵力，准备清扫沿海残余势力。1950年夏，舟山群岛相继被解放军攻克，驻守那里的国军仓皇撤退，只能炸毁工事，烧毁物资，不让敌军缴获。幸存的守军被运往台湾，从此浙江外海的屏障不复存在。剩下的金门、马祖等福建沿海岛屿，由于战线拉长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因素，暂时得以保留在国民党手中，但也长期处于风雨飘摇的前线状态。蒋介石明白，这些小岛终究只是配角，撑不起全局。无论是金门还是舟山，都无法容纳上百万逃难而来的军民，也无从提供安全的工业和农业腹地。在权衡各方条件后，他必须为中央政府找到一个更大、更稳固的安身之地。一系列事实已令他认清现实，大陆已经无法立足，沿海的弹丸之地也靠不住。要想留住中华民国的火种，唯有放眼海外更广阔的岛屿。其中，台湾岛日益清晰地浮现在蒋介石的脑海中。随后几年里，浙东的大陈岛等残余据点也陆续被放弃，沿海再无立足之地。在走投无路之时，有人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之外的海外。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高层内部曾出现过一个异想天开的主张，就是干脆放弃国内领土，将部队撤往邻国暂避锋芒，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其中呼声较高的两个选项是日本和越南。日本看似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庇护所。1949年的日本正处于二战战败后的美国占领时期，驻日美军主导着当地事务。如果蒋介石带领残余政权撤往日本的某处，例如当时尚未归还中国的琉球群岛或美国占领下的东京，他至少暂时可以免受共军的直接追击，并有机会借助美国的力量东山再起。宋美龄等人一度前往美国活动，希望获得更多援助，美蒋之间也保持着沟通。但认真分析下来，这条路风险重重。首先，撤往日本意味着彻底离开中国本土，从政府沦为流亡政权，政治上的正统性将大打折扣。蒋介石辛辛苦苦执掌中国数十年，自然不甘心最后流亡到曾经的仇敌，土地上寄人篱下。此外，美国当时对国民党的评价并不高，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对国府的腐败和溃败深感失望，甚至发表白皮书，基本放弃了援助蒋介石的打算。如果蒋介石贸然跑到日本，美方未必乐意长期庇护这样一个累赘。更何况，日本民族情绪复杂，刚刚摆脱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未必欢迎大批中国军政人员涌入他们国家。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昔日抗日英雄蒋委员长若逃亡日本避难，无疑有损其形象，仿佛向侵略者低头一般，难免让人心寒。相比日本，另一个海外选项越南当时更具现实可能性。1949年，中国南方接壤的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北部，局势动荡。法国殖民者正和越南共产党武装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激战不休。在广西负隅顽抗的桂系将领白崇禧就曾提出大军入越，将20余万部队南下，进入越南，以开辟新的生存空间。白崇禧被称为小诸葛，素以足智多谋著称。他设想国军进入越南后，可以与法军达成默契，帮法国人剿灭越共武装，以换取在越南的立足点。越南地理毗邻中国，可以作为反攻大陆的前沿基地。如果此计成功，国民党暂时失去大陆不要紧，还能借机除掉一个共产阵营的新生力量——越南的胡志明政权。这个听起来充满国际战略色彩的大胆提议，让不少人眼前一亮。然而，蒋介石对所谓入越计划并不感冒，他冷静地识破了其中的巨大风险。首先，异国他乡终究非长久之计，越南毕竟不是中国领土，把中华民国政府搬到别人国家去，名不正言不顺，而且随时可能被人赶走。其次，
指望老牌殖民帝国法国来收留和支持国民党，也未免过于天真。法国人自身在越南都泥足深陷，未必愿意凭空增加几十万中国军队在自己地盘上，这很可能引起当地人的强烈反感和国际社会的侧目，更别提蒋介石对桂系军阀一向心存戒备。白崇禧此计看似为国着想，实则也许是想为他自己的部队另谋退路而已。蒋介石恐怕担心，一旦放任白崇禧等人在海外做大，中央政府的权威将更加难以维系。结果，撤往越南的提议被蒋介石否决。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他的判断。桂系部队在大陆败局已定后，确有部分撤入越南，但并没有掀起什么风浪。这些逃入越南的国军残部被法军缴械扣留，既没能为国民党保存多少元气，反倒沦为了法国殖民者手中一枚讨价还价的筹码。几年后，法军将这些被扣留的2万多国军士兵遣送到台湾，才算给这出闹剧画上句点。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异国他乡，等待蒋介石的多半只会是一场黄粱一梦。如果蒋介石当真选择了白崇禧的入越之策，会怎样？或许战局会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1949年底，数十万国民党部队浩浩荡荡跨过中越边境，法属印度支那的丛林中出现了大批身着青天白日军服的士兵，他们与法军暂时达成默契，占领了越北的一些城镇，试图以此为反攻大陆的跳板。然而，这支外来军队很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越南的共产武装熟悉地形，发动游击战不断袭扰，使国军疲于奔命，损耗日增。另一方面，法国殖民者对中国军队的戒心与日俱增，国际社会也对蒋介石部队进入别国领土颇多非议。随着局势僵持，蒋介石在越南腹地渐渐成为孤家寡人，补给要依赖法国人施舍，人心则随着长时间的流亡而涣散。或许用不了多久，这支远征越南的国军就会在热带雨林中被疾病和战斗磨蚀殆尽。最终，蒋介石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事实，他的复国美梦已陷入绝境，流亡海外的尝试不过是徒劳无功，一如他所担心的黄粱一梦。综合各方面考量，台湾岛最终成为了蒋介石的首选退路。那么台湾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在众多选项中脱颖而出，成为保全残局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呢？首先，地理上的天然屏障令人安心。台湾与大陆之间隔着平均宽度超过100公里的台湾海峡，比起海南岛与大陆之间仅30多公里宽的琼州海峡要宽阔得多。这一道海峡被视为天堑，以当时解放军的海空军实力，要渡过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绝非易事。换言之，退守台湾至少能避免像海南那样迅速面对敌军大举登陆的威胁，为蒋介石争取宝贵的整顿喘息时间。其次，国际环境对台湾有利，台湾位处所谓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北临日本琉球群岛，东望美国控制的关岛，南接菲律宾群岛。在冷战即将开始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势力对台湾的关注远胜于对海南等地。蒋介石深知，凭借自身力量已经无法扭转乾坤，必须考虑借助外部力量的可能。而台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比大陆边陲的海南更能得到美国的关注和潜在支持。果然，事实证明这一判断相当准确。不久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使美国迅速改变对华政策，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直接保证了台湾的安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台湾很可能难逃解放军的跨海一击。第三，台湾自身的条件远胜于其他备选地。经过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台湾的1949年时，经济和工业基础都相对发达，岛内有水泥、制糖、纺织等近代工业设施，基础建设完好，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业也基本能自给自足。反观彼时的海南和西南内地，不仅战火摧残严重，经济发展程度也远不及台湾。蒋介石手下的高级将领陈诚，早在抗战末期视察台湾后就评价说，台湾物产丰富，土地利用率高，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有了这样一个富庶之地作为根据地，无疑更有利于长期对抗。
蒋介石本人也对台湾的资源和潜力印象深刻，他曾感叹台湾尚未被共党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只要用心经营，就能成为全国的模范省，甚至说出了有了台湾就有了一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第四，政治和军事上的因素也使台湾更加稳妥。台湾光复回归中国才短短4年，岛上没有盘踞多年的地方军阀或割据势力，这意味着蒋介石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志来整顿和控制台湾。虽然1947年爆发过228起义，但随后国民党迅速平息了动乱，并采取怀柔、安抚和高压并行的手段恢复了社会秩序。到1949年时，台湾的行政体系已经牢牢掌握在蒋介石信任的亲信手中。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负责全岛的情治与党务工作，岛内潜在的异己力量被清除。相较而言，海南岛上派系林立，杂牌军众多，台湾显然更加上下团结，不易出现内乱。军事上，蒋介石也早有部署，早在上海、南京尚未沦陷之前，他就命令将大批空军和海军主力南移，以台湾为中心，把精锐的青年军师调往福建沿海待命。1948年底，大量黄金、外汇和故宫文物等物资也被秘密运往台湾，以保证即使大陆失守，台湾也有充裕的财力维持政权运转。这些南迁的国宝文物也因此得以保全，免于战火毁弃。这一系列超前准备显示出，蒋介石对台湾方案其实早有筹谋。综合以上因素，台湾成为了蒋介石眼中最后的诺亚方舟。1949年4月南京失守后不久，蒋介石于浙江定海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正式拍板决定将台湾作为最后退守之地。他甚至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遗训来佐证自己的选择，声称外战要守四川，内战要守台湾，仿佛这一决定是得到先贤预先指点般的英明，在得到幕僚们的支持。例如地理学者张其云也提出了类似建议，蒋介石全力以赴执行迁台计划。1949年夏秋之际，大批国民党部队、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政府机关人员和家属物资分批撤往台湾，整个岛屿人口急剧膨胀，从战前约600万人暴增，到战后超过1000万。短短几个月间，无数人穿越台湾海峡，涌向这个最后的避难所。12月初，随着成都即将失守，蒋介石在夜幕掩护下乘坐专机离开大陆，飞抵台北近郊的松山机场。据说下飞机后，蒋介石俯身亲吻了台湾的土地。这一幕无论是否真的发生，都象征着他对这片宝岛寄予的厚望和感恩。从此，台北成为中华民国新的临时首都，一场新的较量将在海峡两岸展开。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充满了巧合与选择。蒋介石在1949年生死存亡的关头，几经权衡才将最后的赌注压在台湾岛上。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东亚格局，也左右了冷战时期美苏在远东的战略对峙态势。假如当年他的第一选择真的不是台湾，而是其他地方，如今的世界将截然不同。新中国或许早已实现完全统一，台湾也不会发展出独特的社会与经济奇迹，或者国共内战可能延烧更久，引发更大的国际干预。所幸对于蒋介石而言，他最终选对了那块能够立足的宝地，让中华民国政权在台湾得以延续，为日后台湾的繁荣打下基础，也使得两岸分治的局面持续至今。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建立新政权，掀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篇章，而台湾岛上的中华民国则在美国庇护下逐渐实现经济腾飞。两岸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正源自当年这一念之差。这样的历史转折既充满了戏剧性，也发人深省。回望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我们不难理解蒋介石当初的抉择。台湾之所以能够成为1949年动荡中的避风港，正是因为它在地理、经济、政治、战略等各方面都占尽优势。当大厦将倾时，蒋介石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由此打开了两岸历史新的篇章。虽然无法重新书写历史，但透过上述分析和假设，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在历史的关键节点，
一个决定往往能改变无数人的命运。蒋介石撤退台湾的故事，正是这样一出悲壮而耐人寻味的历史剧。它提醒着后人，历史由选择构成，而每一种选择背后都有不得不走的理由，以及一旦走下去，就再也无法回头的宿命。